直在非常认真的坚持做瘦腿运动。2、3、4、5、6、7、8。练腿后的你以为，实际上的你却是。为什么我越练越粗了？在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要先确保自己腿围的测量是准确的。首先，前后对比要量同一部位，其次是要每天同一时间测量。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床时量一次就好，不要做运动之后量，那样不准。在准确测量的前提下，你的腿在运动一段时间后更粗了的话，一种是由病理原因造成的，另一种就是身体很健康，但由于某些因素引起的。我们今天先来说后者，过会儿再来分析病理情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这些问题很常见、很重要，但又往往被大家所忽略。好，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腿越练越粗，一般是因为这5个原因。第一，运动后补偿性进食，觉得自己运动了就可以多吃一些，导致吃进去的热量大于了运动消耗的热量，从而体重增长，新长出的脂肪会遍布到全身，也包括腿，所以腿变粗。所以运动后还是要合理健康饮食，不要造成热量超标。具体做法大家可以参考这张图，按照这个来吃就可以了。第二，你选择的瘦腿方式是大重量练腿，比如负重深蹲，这种高负荷局部无氧运动主要是增肌，它减脂的效果就相对比较一般，所以腿部肌肉长了，而脂肪没少，腿围也就增加了。改善方法就是结合着有氧运动一起进行，比如有氧全身燃脂操、跑步或者游泳等，顺序呢是先无氧后有氧，燃脂效果会更好。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刚开始运动带来的应激性腿粗，包括水肿、肌肉的肿胀和充血。刚开始运动时，大家往往会由于热情高涨并急于见到效果而选择强度偏大的运动来瘦腿，还恨不得一天把它做个4、5遍，这就会造成在运动过程中肌肉强烈收缩，局部生成的乳酸和代谢废物无法排出，而淤积在腿部，出现肿胀变粗。同时呢，激烈运动结束后，腿部肌肉中的毛细血管数也会激增，大约会由安静状态时的每平方毫米100条增加到3000多条。因为机体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增加血流量，加快营养物质的流入和代谢废物的排出，从而促进肌肉的恢复和生长。所以在运动之后立刻量腿围的话，你往往会发现腿部变粗了，但其实这只是腿部肌肉充血的原因。另外，当我们以这种超出身体正常工作能力的方式锻炼时，肌肉纤维会受到一定的损伤，身体就会启动一系列引起炎症的免疫反应来减缓和修复这些损伤，比如大量的白细胞、前列腺素以及其他营养物质和液体会流入腿部肌肉，从而造成腿变粗。同时你也会感觉到腿部的疼痛、僵硬和肿胀，有时候还会伴随着体液的驻留而导致体重增加1到2公斤。不过呢，大家也不用紧张，上述这些问题都会随着时间和肌肉组织的愈合而消失，腿也会变细。所以大家第一，不要过量运动，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来循序渐进，比如一开始1、3、5运动，2、4、6休息，然后等身体适应了之后再加大运动量，比如1天1练，周末休息。第二，运动后要做按摩拉伸或者腿抬高靠墙来放松腿部，促进腿部的体液循环和恢复。第4个原因，运动后没有用泡沫轴按摩放松和拉伸的习惯，日积月累，肌肉长期过度紧张，形成僵硬的肌肉块而导致腿粗。所以大家运动结束后一定要拉伸和用泡沫轴进行按摩，两者的顺序呢是先按摩后拉伸。打个比喻啊，泡沫轴的按摩来松解肌肉和筋膜呢，就像把一条橡皮筋上的结先解开，那后续呢拉伸就是来恢复这个橡皮筋的弹性。那如果你的肌肉和筋膜很紧张的话，那在一开始拉伸和按摩的时候它也会肿，所以这个也是要循序渐进。第5个原因，核心力量缺乏和体态问题增加了腿部的负担。日常生活中的用腿习惯对腿的粗细的影响是远大于我们做的瘦腿运动的，因为前者是数十个小时，而后者只有数十分钟。如果你核心力量很弱，尤其是腰腹和臀部很无力，甚至是有骨盆前倾、膝超伸等体态问题的话，那身体要维持正常的站立、行走、跑跳等功能时，就会代偿性的更加依赖于腿。也就是说，腿除了要干自己的活，还要替别人干活，用进废退，也就会越来越粗壮。再来，生活中的不良习惯，比如长时间翘2郎腿，也会让腿受到压迫，影响血液循环，造成下肢的浮肿变粗。它还会造成腿部肌力不平衡，导致 O 型腿等，也会引起脊柱侧弯和高肌肩等问题。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良好的体态和坐姿。运动计划中也要加入针对核心的训练，尤其是腰腹和臀肌。对于已经有一些体态问题的朋友们呢，要把体态矫正和瘦腿
运动结合起来一起进行。最后是我们开头提过的病理原因，就是微循环功能不好，其中发生率很高，就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种就是腿部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腿部原本应该回流心脏的血液，由于静脉瓣膜受损而部分倒流聚集在静脉中，导致血管扩张、外凸等，也因此让患者由于下肢体液的滞留而出现腿肿。比较严重的还会有皮肤瘙痒和溃疡等并发症。它主要的发病原因包括先天性血管壁比较薄弱，加上久坐久站等行为，让血液蓄积下肢，导致静脉压增高而破坏了静脉瓣膜。有静脉曲张又不自知的话，就容易选择错误的运动方式，导致运动后腿肿的非常严重，腿变粗很多，并且加重静脉曲张。比如增加负压的运动，包括高强度的运动、负重深蹲、举杠铃等等，它们都会增加负压，让下肢静脉回流的阻力增加，进一步损伤静脉瓣膜，让体液更多的滞留在下肢，从而导致腿部明显变粗。那如果你有水肿腿，就是每天早上起床时腿细，到晚上睡觉前腿却变粗很多的话，那尤其要警惕静脉曲张，要第一时间去看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那是不是有水肿腿或者静脉曲张的朋友就不能通过运动瘦腿了呢？不是的，通过正确的运动方式，不但能瘦腿，还能缓解静脉曲张。因为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心脏，其中一部分动力是由腿和脚的肌肉收缩提供的，所以下肢肌肉的锻炼也是很重要的。例如躺着做的瘦腿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里跟大家推荐我分享的这几套瘦腿运动全程躺着来完成的，这样呢就既能瘦腿，增加腿部肌肉力量，又不会增加腹内压，导致腿部水肿更严重。当然大家也可以游泳或者慢跑，但是要避免运动时间过长，一般不要超过30分钟。同时运动前呢要热身，运动结束后也要拉伸，运动过程中还要穿医疗级的压力袜来保护腿部的静脉。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已经确诊静脉曲张，尤其是你血管已经有明显的突出的话，那在运动后是不适合用泡沫轴按摩和热水泡脚的方式来放松的，会加重腿部静脉的负担。建议采用将腿举高靠墙这种方法来帮助腿部血液的回流。好了，最后再来总结一下，首先腿围的前后测量要同一部位，不要给自己制造不必要的焦虑。第二，运动后要合理健康饮食，不要造成热量超标。第三，运动后的泡沫轴按摩和拉伸一定要做，如果时间紧张只能做一项的话，泡沫轴按摩。第四，不要急于追求效果而过度运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天中等强度运动30到45分钟左右，一周不少于5次就可以了。第五，要排查自己是否有腿部的静脉曲张，及早治疗，这样大家的腿就会越练越细了。好了，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啦，希望有帮到大家。我是 April，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拜。